干嘛呀？我想我喜欢你。不可以啊！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不是说要嫁给一个姓张的吗？我不就是姓张的？可是我和你爹已经有婚约了。还没拜堂，不算夫妻。来，抛开世俗的束缚。好吧，反正我也挺喜欢你的。哎呀！每逢扎马步，就会腿软的，莫非是君宝？莫非你就是我爷爷的媳妇儿的公公的儿子的叔叔三叔啊？君宝，三叔，君宝，哎，好久不见了！你长大了，而且功夫也有所长进。刚才我险些要败在你的手下呀！嗨，我这些三脚猫的功夫哪比得上三叔啊？哎，我先去找我娘啊！哎，君宝，听说最近江湖上的黑白两道都在找你，究竟是什么事啊？啊？这说来话长，我先去找我娘了。哎，听说岳飞有件东西放在你那里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告诉三叔。三叔帮你保密吗？你不相信我？信呢，当然相信三叔会保密啊。那就讲啊。不过我答应了别人要保密，所以一样不能说。哎，岳飞真的没有看错人。我从小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。等三叔有时间再多教你几招，怎么样？岳将军的在天之灵，如果知道明剑山庄的上上下下都在为他披麻戴孝，他一定会很感动的。宋城主，岳将军，你虽然壮志未酬，已被奸人所害，不过依云答应你，只要一息尚存，明剑山上下一定会完成你的志愿，驱逐金人，还我河山。不用拜祭岳将军，我不要你帮。庄主在心。岳将军在天之灵得以安慰，岳将军在天之灵得以安慰，岳将军在天之灵得以安慰。这次营救岳将军的行动失败了，都是我计划不周，才让秦桧这个奸贼有机可乘。爷爷，我向您请罪。秦桧这恶贼欺君瞒上，陷害忠良，人人得以诛之。我怎么能全怪你呢？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这次你已经尽力了，宋氏当遭此劫呀！老庄主不用灰心，只要抗金之心不死，我南宋军民齐心合力，其利断金，定可恢复我山河。好一句其利断金，说得好，好。小女子大言不惭，老庄主见笑了。要成就大业，就得有这种气概。我喜欢他，不妨在这里歇
化解你被不时之需。爷爷，你今天忙了一天了，一定很累，还是早些休息。不累。秦姑娘，哈，爷爷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和秦姑娘之间只是萍水相逢。更何况，抗金大业还未完成，我绝不会想这种儿女私情的。说的也是啊，怪你生在乱世，心思要放也该放在抗金大业上。芳儿，你不会怪我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吧？爷爷，你教我不要忘记靖康之耻，我发誓，我从没有忘记过。你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爷爷，今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高手，他武功非凡，而且还救了我。他好像和山庄还有一丝关系。他叫什么名啊？易天行。他也姓易，会不会是……你不要再问了，以后不要再提起这个名字。可是爷爷，不许再问了。把那个请柬给我拿来。爷爷，张涛纳妾让我去喝喜酒，我想让你带我去走一趟。可是爷爷，你不是最讨厌这种事情吗？江湖盛传，岳将军临死之前把一样重要东西交给了张君宝。张君宝，借此他父亲纳妾，我想让你趁此机会去探探虚实，看那东西是否在张家。秦桧也会浑水摸鱼，万事你要小心为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错，我之前派了那么多人到处去打探消息，结果一事无成。你只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，就能把这山庄的地图搞得清清楚楚，真不枉我对你的一番苦心呢。当然了，你什么时候让我办的事，我办得不好呢？难怪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这美女一出现，真是手到擒来。哎，可师傅，经过我的查探，山庄上下都是忠义之辈，不像干爹所讲有谋反之心啊。他们私造兵器，难道还不算有谋反之心吗？他们私造兵器是为了对付金兵的。你太天真了，那只是他们去蒙骗别人，他们实际上其实是想跟朝廷作对。这个明剑山庄，我一定要把他们铲平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你是替我办事的，你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就行了，不是让你自己自作主张。你继续跟易地风在一起，仔细打探他的消息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。知道了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件事，听说岳飞在临死之前交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给张君宝，丞相很是心急，想知道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。听说还关系到我大宋的国脉，所以我要你赶快的把它尽快的查清楚。是。哎，这把沙哑之中带点尖锐，凄厉之中带点激情的声音，一定是我娘独特的哭声。看看谁回来了？君宝，你怎么会回来的？怎么了？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，不想看看你儿子啊？怎么会呀？娘想你想的心里好苦啊！真的？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苦啊？有没有苦瓜那么苦啊？娘哭得这么伤心，你还跟娘开玩笑？就是知道你伤心，所以才跟你开玩笑嘛，平衡一下你的心情吗？君宝，你怎么会突然回来了啊？这要让你爹知道了，可就糟了。知道就知道啊，看娘才要紧嘛。为了见娘一面，我死也愿意啊。你真会哄人。告诉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本来我不打算回来的，不过今天在村口听到个消息，说爹要娶个妾室，是不是啊？你不知道我有多伤心。你爹纳妾，我不能拦他呀。那你哭又怎么样啊？你哭他还是要纳妾啊。你不是我，你不知道我有多伤心。哪个女人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丈夫，而且
而且那个女人她才20岁呀！20岁，20岁，20。君宝，你怎么也不听娘的话了呢？君宝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坐这儿。哎，这儿可是水上一条龙，互相认识认识啊。大哥，我有件事情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重要事儿？明剑山庄少庄主到，恭喜啊！哎呀，难得赏光，这不是使张家大院蓬荜生辉吗？恭喜！哎，张前辈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小小意思不成敬意。哎，少庄主亲自光临，老夫不胜荣幸啊！来，里面请啊，里面坐。师傅，好像不是跟你很熟哎。他没看见我，走。哎，易老先生现在如何呀？前辈有心，爷爷身体健壮，今天是爷爷叫我给你送礼来的。哎，客气，我改日一定上明剑山庄，亲自给老庄主请安去。爷爷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哎庄主，白马帮主到。三弟，帮我招呼少庄主啊！好，请，一路上辛苦了。张兄客气了，不知君宝在不在？你跟君宝很熟吗？我和君宝一见如故，交浅言深，我想和他好好聚一下。君宝能交上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少庄主，真是前世修来的。等一下我叫人把他叫来，我们先这边请。请。师傅，好像没人理我们。师傅，我们没来错地方吧？怎么能来错地方啊？来，找地方坐。好。起来，坐嘛！这不是你坐的地方，要坐也得我坐。对，师傅坐的地方，进去坐。哪弄来的？我自己带的嘛，我怕我们来了，人家不管我们饭吃嘛。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呢。爹真是不像话，几十岁的人还那么风流，一定要劝诫他，要不然娘一定会哭死的。这把凄厉中夹杂点少女情怀，悲凉中带点含苞待放的哭声，莫非是？需要帮忙吗？你进门通知我一声，就已经是帮忙了。又是你，你是谁啊？小的姓张。莫非你是我老公？没错。没想到这么年轻的。跟我爹比起来，我当然年轻了。今晚跟你入洞房的不是我，是我爹。那你是我儿子？我呸！我只有一个娘而已，你顶多是我的后母啊！告诉我，为什么哭啊？一言难尽。你坐过去一点再哭好不好啊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迫嫁给我爹的？不是啊。怎么会不是啊？你那么年轻，做我妹妹都嫌小，怎么会喜欢嫁给一个老人家啊？你不用怕，告诉我，我帮你出头，我陪你去报官，告我爹强抢民女，非法禁锢。哎，好像有点不对啊，那个可是我爹呀，怎么告啊？我命中注定会嫁给张家，我哭也不是为了这个。这样也好，我才不会那么为难啊。那你干嘛哭得像杀猪一样啊？因为我抽的以前是下签啊，我命中注定会克死丈夫。不对啊，你刚才明明抽到1号上签的。哎呀，那是为了我家猫咪，问它会不会生龙凤胎。可是我自己求的却是下签，这么年轻就要当寡妇，要守寡，我不要啊！那你可以不要嫁给我爹啊。那我就会死于非命，嫁是他死，不嫁是我死，你叫我怎么办啊？这是你的看法，我的看法就是别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。我只知道你一定不要嫁给我爹。我一定要嫁，一定不可以。你管不着。我看未必啊。少奶奶，用饭了。少奶奶，来福来喜给您送饭来了。来福来喜，开门了。少奶奶，可以用饭了。少奶奶，少奶奶不见了！通知老爷，少奶奶不见了！什么？少奶奶不见了！少奶奶不见了！少奶奶不见了！胡闹！岂有此理！大哥，你找我啊？道红给带走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君宝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说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大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君宝留下的信，是他把大红给带走的。君宝不会那么大胆。自己看。爹，不好意思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这次回来抢走你的妾室，不过你可千万别误会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要报仇。我带走她基于2大原因：第一，我见那位姑娘好可怜，年纪小又不懂事，而且她根本就不愿意嫁给你，爱情是不能勉强的。第二，我想帮爹你积点阴德。我上山这么多年，或多或少都读过很多佛经，高深的佛经，我说了你也不懂。但你一定听过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这2句话。你现在做的坏事，以后就会有报应。你想想，下辈子你投胎做女人，要你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老头子，你会怎么想呢？我现在把他带走，就当是帮你做一件善事。等你下辈子投胎的时候，不要做畜生。你儿子我帮你做了一件好事，你一定觉得很骄傲。送他回乡下，我就回去，好好照顾娘，别再娶妾室了，这样子会很伤他的心。祝爹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，君宝字。三弟，你说君宝回来，他为什么不见我呢？都是你的错。君宝从小被你送去道观，在那个地方没有爹娘教他，才变成这样的。你看，你又说这个，我不是早跟你讲过吗？我跟君宝的命相冲，他不离开家，对我们俩谁都不好。你就是迷信。你才迷信呢，你懂什么？我们家本来好好的，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听人家乱说什么香客。哎呀，行，你懂什么呀？又说这一套。大哥大嫂，我看你们俩就不要再吵了。依我的意思，咱们先去把君宝找回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向江湖上来的人怎么交代？我想纳妾没了。老爷，什么事？外面突然来了好多江湖人士，说是要找少爷的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君宝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啊！君宝一定在外面惹什么祸了。我得去看看。师傅，刀啊！有剑呢，危险！我看今天这里有点悬，八成要出事儿。走，出去透透风。好。快走！易公子，哦，道长是贫道太虚子，太虚观首徒宋远桥，徒弟于太炎，徒弟张松溪。对不起，我们易公子一定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在黑风镇有过一面之交啊。哦，幸会。哎，今天这儿可真热闹，里面的人他们到底什么来路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相信，他们绝对斗不过张氏兄弟的。哎，今天又有好戏看了。为什么？张氏兄弟名震江湖，谁人敢惹呀？这帮人敢在张涛大喜的日子找上门来挑衅，你看张家会怎么对待他？但是那个什么的来了。各位，大驾光临，张涛有失远迎，还请江湖各界人士谅解。别在那咬文嚼字了，我们这些兄弟都是道上的兄弟，没念过几天书，你说的这几句话，我们有8成都听不懂。对不起，今天是我们张家喜庆的日子，你们不是来喝喜酒的吗？很惭愧，我的喜事延期了。我才不管你办喜事不办喜事。那你们来我们张家，目的是什么？好，开门见山，有话直说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哎呀，原来你们这些人到我们张家不是来喝喜酒的，是要找人。那说说找谁吧。我们是来找张君宝的。找我儿子干什么？把他叫出来，不就知道原因了吗？我们张家虽然不是武林世代传人，但我们在武林当中是很有声望的。你在这儿咋咋呼呼的，就不给我一点面子？给不给面子，要看你那宝贝儿子肯不肯把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？少装蒜，把张金宝给我交出来！
你跟我并没有什么交情。如果今天不是我张家办喜事的话，我早就把你轰出去了。怎么，跟我耍架子？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！跟我撒野！施好功。我看你们谁还敢跟张家作对！张兄，你想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来这儿的目的不是为了挑衅闹事，我们只是想让令公子张君宝交出岳将军的遗物而已。我儿子什么时候又跟岳将军扯和在一起了？这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们张家向来跟朝廷没有任何关系。再说君宝一直躲在山里修炼武功，他不太可能跟岳飞扯上什么关系。是不是你们武林当中搞什么误会了？误会不误会？只要你们张君宝出来，事情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他不在家，我这一段时间也正在找他呢。君宝到底跟岳飞那个钦差犯人扯上什么关系了？听说岳将军在班师回朝之际，将一件很重要的信物交于你家张君宝。什么东西？可能是一张藏宝地图，也可能是武功秘籍，当然也可能是岳将军留下来的兵书。我问你，这3样里面到底是哪样？那就要看你家张君宝怎么说了。我们家君宝真的不在家。既然2位都说张公子不在家，我也没有理由不信。但是张公子身上带有那些贵重物品，人人都想得到，我怕从此以后张公子会惹来不少麻烦。这么说，日后碰见张兄的话，你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。那是日后的事，现在先找到张君宝再说。好了，既然你们大家对我儿子那么感兴趣，好了，我就麻烦大家跟我一块去找他。我跟张公子从来没有见过面，还请张兄绘制一张公子的画像。君宝今年24岁，长得一表人才，身高有6尺，是个大胖子。我记得君宝小的时候身体不太壮啊，长大了就不一样了。脸是国字脸，眉毛蛮粗的，眼睛小小的，还有一条疤痕，从下巴一直到肚脐。不，夫人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每个月的初1、15都会见君宝一次，怎么会记错？这画中人一点也不像2位啊！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他每天都和那些丑陋的和尚道士在一起，自然会长成这个样子。走。师傅，他画的一点也不像张君宝。这是夫人有意维护张君宝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应该安全了。看不出你个子小还那么重啊，是不是希望我放了你啊？行，没问题。不过正所谓有权利就有义务，有因必有果。你有要我放你的权利，你就必须遵守我放了你之后的义务，行不行啊？好，条件就是我放了你之后不准叫不准走，行不行啊？看你的样子好像有话要说。我不但猜动物说的话很厉害，我猜人心里想什么更厉害。我有没有猜错啊？说吧。我前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你要这样对待我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我救了你啊！够了，好烦呀你！长篇大论，哪来的那么多话？这个问题值得研究。多话的人呢，通常分为2种。第一种呢，没有什么学识，要不断的讲话来掩饰自己；第二种呢，就是学识太多，希望将自己知道的东西宣扬出去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小弟属于后者。救命啊！不用替我难过，我知道我这种人是最痛苦的。只有我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，没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。停！你不说话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不过我怕你闷呢。况且人与人之间是借着说话来沟通的。我不怕闷，我不要沟通。好啊，那我什么都不讲了。你为什么要拉我出来？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好啊。为什么？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我拉你出来的原因是因为……不要讲废话，直接讲重点。我已经很直接了。如果讲话不直接的人，应该是这么讲的：例句1。我不想知道，反正我这次是被你害死了。你这么说的意思是我做错了？错得很厉害，你把我的下半生都毁了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我早就说过，
我是注定要嫁给你们张家的人，如果不嫁的话，20岁之前就会死于非命。我下个月就20岁了。迷信，我最讨厌迷信了。你跟我爹一样那么迷信。如果世界上人人都那么迷信，人人都等好运到，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，那这个社会怎么会进步？人类不就倒退了吗？停！我肚子饿了，先吃饭，行不行？行啊。那先放开我，行不行？行。其实肚子饿可以分为很多层次啊。首先接收到肚子饿这个讯号的不是胃，是个鸡。哎，不是胃，是个鸡；不是胃，是个鸡；不是胃，是个鸡。等等啊，大骗子！小姐啊，我真的忍不住了，就算得罪你，我都要说一些话。说吧。第一呢，你的食相真的相当之难看，所谓有之内行之外，从你的吃相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你的内心真的是还好而已。第二呢，正所谓男儿口大吃四方，女儿口大吃穷郎。阁下的嘴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很会吃。小弟口袋虽然不是没钱，但是你再这样吃下去，小弟会死得很快。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很想知道啊。2个原因：第一，我肚子太饿，所以没有办法顾仪态。这个理由可以接受啊。第二，这里全都是素菜，我不吃饱，不快点吃，不多吃点的话，很快就会饿的。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吃素是绝对不会吃不饱的，你担心吃不饱的话，就多吃点豆类的素菜，就一定会饱的。再者，就小弟多年吃素的经验，吃素不单指养颜护肤、去死皮、防痘痘，而且众生平等。杀生是罪大恶极的因果循环。今生爱吃猪肉，下一世就做猪了；今世爱吃牛肉，下世就做牛百叶、牛魔王、牛肉干。够了，我不吃肉了，好了吗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今天不单救了你一命，还救了不少将会死在你肚子里的畜生啊！真是一场造化，善哉善哉啊！遇到你真是一场造化，怎么会被我遇到你这么烦的人呢？哎，你这么说又不对了，这叫做姻缘。谁跟你有姻缘啊？你这么说又不对了，我知道你误会了，我所说的姻缘并非你所说的姻缘，你所说的姻缘的缘呢是绞丝边的缘，而我所说的缘呢也是绞丝边的缘，不过我所说的姻缘的姻呢是没有女字边的，而你所说的姻字是有女字旁的，是因果的因。可是我们前辈子是相遇过的，所以今世你欠了我的，或者是我欠了你的，我们又再相遇，继续这段姻缘。孽缘呐，真是孽缘呐！怎么敢跟自己老爹的小妾私奔呐？抓了这个人得进猪笼。二位兄台，这样说又不对了。有什么不对啊？奸夫淫妇难道不应该受罚吗？绝对应该，不过现在大宋是法治社会，捉拿奸夫淫妇应该交给官府处理才对啊。你这小子懂什么？你这么说又不对了，年纪大小跟懂得事理多少没关系，没关联，没分别。我大胆说一句，小弟懂的事情一定比二位兄台多啊。哎，你这个人还真是喜欢跟人家讲道理哦。你这么说又不对了。想当年孔夫子对学生谆谆教导，而孟子与梁惠王激辩连连，释迦牟尼跟安南尊者雄辩滔滔，才会有那么多道理跟佛理跑出来的。你当真什么都知道？一定比你多啊。那你说奸夫淫妇在哪儿？你少撑了，你连那对奸夫淫妇都不知道是谁，怎么知道他们下落？告诉你一个发财的好机会，有人出4万两银子，要把那奸夫淫妇找出来。那这对狗男女姓什么叫什么？男的叫张君宝，女的叫明道红。你们认识他们？我认识明道红，不认识张君宝。我认识张君宝，但是不认识明道红。大哥，见过丞相了？我见过他了。秦丞相怎么说的？他说先把君宝身上的东西拿到以后，看看情况再说吧。就这么多？就这么多。他没有说因为什么要杀岳将军。丞相那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嘛。唉，就这么着把岳将军给杀了，真是有点可惜啊。现在军中没有几个能打胜仗的将军了。怎么了，大哥？你觉得丞相做错了吗？我觉得这件事儿做得有点过。你不这么认为吗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觉得我也没必要想那么多。算了，大哥，你这么做不太好吧？如果被丞相知道了，会觉得你对他不忠实啊。在这儿说话不就是我们2个人吗？如果丞相要是知道的话，也是你说的。再回说，我当然不会。好了，明天还要继续训练，别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啊。
没有神仙我倒不知道，不过那里倒出现一个运财星。运财星？我跟那边很熟啊，怎么会有运财星的？别打断话题，让掌柜继续说下去。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张君宝的人？又关他的事啊？他就住在清风观。我知道。小兄弟消息还挺灵通啊。当然了，他就……先说张君宝，他怎么样？岳元帅临死之前见过的人就是他。那又怎么样？听说岳元帅临死之前把一个信物交给了张君宝，是一个藏宝图。藏宝图？错，不是藏宝图，是武功秘籍，练成了之后就可以天下无敌。错，那是一部兵书。岳元帅之所以用兵如神，全靠这本上古轩辕皇帝传下来的兵书。这本书施展开来，可以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错，是藏宝图，是岳元帅从北方带来的徽宗皇帝传下来的皇室宝藏。不是兵书。错，是秘籍。错，是宝藏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这里附近呢是清风观，清风观里住着张君宝，张君宝的手里呢有着岳元帅的信物，岳元帅的信物呢人人想得到，人人想得到就一起来，一起来就刻满了。对。哎，那你们有没有去过他家找过他呀？去啊，他不在，可是他爹张涛可了不得啊。不过等我找到那本武功秘籍，我就再也不怕他了。错，是藏宝图。错，是兵书。错，是秘籍。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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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我错了。错，错，错，是藏宝图。我们干嘛走得这么着急呀？我们不快点走，难道要他们认出我们再走啊？每个人吐一口口水都淹死我们了。在客栈里面，那些人说的是真话吗？哪句啊？哪句是真话，哪句是假话？除了岳飞有交一样东西给我之外，其他全都是假的。岳大人交给你什么？多事啊！笑什么你？我好开心啊！这次终于和我没关系了，抓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你这么想就错了。正所谓唇亡齿寒。我们现在搭同一辆车，我要是出事，你也不会好过的。不会啊，我跟你回家去。你现在已经是奸夫淫妇其中一个了，你跟我回家，你猜会有什么后果啊？惨了，去哪儿好呢？我看现在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帮我。我知道，什么？是钱。鸟。鸟。鹧鸪仔，金宝找我干什么？我想问你啊，我现在去哪里才是最安全的？哎，你真的会跟小鸟对话？不止啊，老鹰、鹧鸪、狐狸、老虎、九尾鸡都能聊天呢。哎，有完没完？你还没有回答我啊？其实最不安全的地方呢，只有一个。哪里啊？清风观。哦，行，去清风观。喂，我是说最不安全的地方。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有空请你喝茶。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哎呀，把张君宝交出来！张君宝不在呀！把他交出来！不行，把他交出来！快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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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君宝他不在呀！把张君宝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我跟你们刚才说了，他不在呀！君宝真的不在，没有骗大家。为什么要躲在这里面啊？不想被人看到就躲起来嘛，不然再躲都不够死吗？那你刚才又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。你出声就最不安全，你不出声就最安全，你再出那么大声就最不安全。捂着嘴巴，快点！哦，捂着自己的嘴巴。跟我来！哎，烦死人了！哎，师傅，哎，君宝，为什么外面那么多人啊？这要问你才对啊，他们都是来找你的。这2天我跟殷氏已经见了上千人了。哎，君宝，这位是我娘啊。你娘这么年轻，保养这么好啊？她不是我亲生的。说了你也不明白，过一阵子再给你解释啊。君宝，你回来干嘛？本来我是想住一晚上，现在看来不太方便。千万不要啊！那帮人凶神恶煞，他们是想把你身上藏的东西抢走。你又知道？整个江湖都知道你身负岳元帅的遗物。师傅，真是连累你了。别说连累，师傅以你为荣。岳元帅何等人物，敢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完成任务，不要辜负岳元帅的重托呀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更加不能留在师傅身边照顾你啊。哎，师傅还年轻啊！你还年轻，你娘那么年轻，师傅怎么能不年轻呢？是。不
不要说这些了，快点走吧。来，别说了，快点走吧啊！帮我照顾小师傅。没问题，帮我照顾好你娘。没问题。为什么要帮他照顾我？你以为我希望照顾你啊？委屈一下吧，大小姐，这张床呢就是你的，这一张床呢就是我的。我们真的要在这儿睡一晚吗？你可以选择不睡嘛，不过入夜之后，蛇虫鼠蚁、豺狼猛兽纷纷出动，你想想吧。你知不知道充足的睡眠对一个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？睡好一点，多喝点水，均衡的饮食习惯，少肉多菜，这样就包你美呆了。你还要嫁人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不会的，我命中注定就是要嫁给张家的人，只有嫁给张家的人，我才能够平安无事的过下半生。都是你不好了，把我的命运改变了。我爹年纪大，所以固执。你年纪那么轻，那么迷信，那我问你啊，你喜不喜欢我爹啊？不喜欢。不喜欢你又要嫁，别说是命中注定，你可以选择不嫁的。你说你一定要姓张，这个世界就只有我爹一个姓张的吗？还有你哦。这不就对了吗？难不成你要嫁给我吗？话不是这么说的，结婚要两情相悦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啊？那你告诉我。知道的话，我早就告诉你了。不过我看过很多书，书上呢都没说什么。不过师傅说过，我师傅说呢，只要长大一点，你就自然会知道了。那等于没讲啊。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眉目。你呢？我睡觉了。睡觉要闭上眼睛才叫睡觉。没有人睁大双眼睡觉的，我只知道猫头鹰睁大双眼睡觉，还有听说张飞也是睁开眼睛睡觉的。你知道睁开眼睛睡觉会怎么样呢？就是明天睡醒，不用再睁开眼睛了。干嘛呀？我想我喜欢你。不可以啊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不是说要嫁给一个姓张的吗？我不就是姓张的？可是我和你爹已经有婚约了。还没拜堂，不算夫妻。来，抛开世俗的束缚。好吧，反正我也挺喜欢你的。那不就得了？怪不得，每个晚上都吵个不停，原来是说梦话。有吗？有啊。说什么了？合着说还不停地叫呢。我叫什么了？叫我名字啊。会吗？我说笑的，阿长。我弄了点水给你洗，等一下漱完口，我们去集市吃点东西再上路。一大清
张兄弟，哇，义兄，那么久不见，功力突飞猛进，什么时候教我2招啊？见笑了。哎，你们没事吧？多谢这位公子相救了。不用谢，这是我们武林中人应该做的事情。张兄弟，其实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。你也找我啊？那么多人找我，还有我，你怎么也会在这儿啊？不要告诉我你刚好路过啊？刚才看见你们在房上追逐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啊，秦姑娘，想不到又见面了。哼，你们以前认识？秦姑娘曾经来明剑山庄拜访过，本来这一次要到你爹府上喝喜酒，后来就没去了。不去更好，反正也喝不成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应该不在现场才对。难道你不知道我抢了我爹的新娘啊？原来是真的。那这位姑娘就是……小女子名道红，不过不是我愿意，是她一定要拉我走的。果然是个流氓。你不清楚就不要乱讲。你看她年纪那么小，怎么可以嫁给我爹啊？嫁给我爹简直是害了她呀！可是我是命中注定的。没什么是注定的，命运是控制在自己手中的。你那么会算命，算不算得到我的出现呢？没有啊，不过我算到我肚子有一点饿，不知道2位有没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吃饭呢？好啊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秦姑娘，看你气宇不凡，一表人才，一定不是出于普通人家。不如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，让我帮你推算未来，逢凶化吉啊。他们2个在干嘛？哎，不要管他们了，菜到人自然就到。来，让我给你算算。呀，我爹真是厉害，张师傅的狮吼功实在是炉火纯青啊。不过我娘也不差，如果不是她随便乱讲，我看我早就被人家给融掉了。你说那些人因为什么那么热心呢？岳元帅还没死的时候，也不见他们那么同心；死了之后，争着要抢他的遗物。江湖险恶，人心莫测，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。其实岳元帅给我的那样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他只说要找的那位飞龙将军，然后把东西交给他就行了。飞龙将军是什么人？他没说。那岳元帅交给你的东西呢？当然藏起来了。那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随身带着呢？不怕被人抢，都怕自己不小心弄丢了。改天找到那个什么飞龙将军，我就把东西交给他喽。别说了，我没有乱说啊，这都是你的命。我从来不相信命运，命运不由得你不信。那这所谓命运有命没运没有用，有运没命就更加没有用。要想有命有运又没有病，就得要听我指点迷津啦。我叫你不要说了。吵什么呀？让我来评评理吧。不关你的事。我又不是跟你说，我是在跟我的后母说。怎么惹人家生气了？我没有惹他生气，他的命就是这样的嘛。什么命嘛？我帮他算啦，他注定终生孤老，绝子绝孙。那么多啊？有没有算错啊？没有，我用过很多方法的，结果都是一样，所以我不会错的。他是破辣点，但是也不至于有这种下场吧？是不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？要不多做一点好事，例如请我。再说我就杀了你。哎，秦姑娘，你千万别当真，算命这玩意儿，中听你就相信，不中听啊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我说的话是有根据的，不信的话我可以再算一遍。闭嘴！我偏不，这算命推理是有学问的，根本就不是中听不中听的问题。你这态度根本不能要。哎，明姑娘，我没有不敬你的意思。我不管，道歉吧。不要道歉，听他胡说八道。你才胡说八道呢！胡说八道的是你。他道不道歉关你什么事情啊？我就是看不过眼。你要是看不过眼的话，把眼睛挖出来嘛。哎，好。像你这些江湖术士信口开河，你以为有谁会相信你？只有那些妇孺才相信你。你不相信的话，干嘛生气？我生什么气？我说出你的心底话了，你怕绝子绝孙。好了，大家都别吵了，谁都不会绝子绝孙。绝子绝孙的是你。你说我绝子绝孙，你才绝子绝孙呢。君宝。舒服啊！不要那么用力，用阴力，正点，再来2下，输点内力过来啊！比出去按摩还舒服啊！哎，你不是中毒了吗？嘘，别那么大声，要不然那2个女人肯定会翻脸啊！如果我假扮中毒转移视线，她们什么时候可以闭嘴呢？你真过分，大家都在为你担心。现在不就耳根清净了吗？那些女人真麻烦，搞不懂她们为什么喜欢吵架。我从小就没有娘亲，家里也没有什么女人，至于女人想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明白最好啊！正如孔子说的，敬而远之。都是我爹不好，要不是他要娶妾室，我也不会惹个后母上身。真是搞不懂啊，3妻4妾有什么好？
你还没到你爹的年龄，说不定到那个时候你也喜欢三妻四妾。算了吧，你知不知道，人跟动物一样，都是母的最凶。有没有听说过蜘蛛啊？像那些黑寡妇，跟老公传宗接代之后，转过头来就把老公给吃了。不会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的鹧鸪仔跟我说的。蜻蜓更恐怖。怎么恐怖呀？易大哥，他怎么了？中毒深不深？哦，毒性实在深不可测，时有时无。你们千万不要来打扰，我要运功至明天早上。那好吧。你不是中毒了吗？这么快就没事啦？我想体内还有一些余毒吧。还好昨天晚上易大哥帮我运功疗伤，今早才起得来啊。你无缘无故的中毒，是不是压了太岁，或者犯了什么煞星？不如我帮你算一算，你把生辰八字告诉我。这也补，日补夜补，真是烦死人。你说什么？又不是帮你算，多管闲事。我根本就用不着你算，不要我算就绝子绝孙了。哎，又来了。这命啊，当然要算了，不过不能成天算，算的太多了就会折寿，泄露天机对你不好啊。等我更倒霉的时候，你再帮我算，好不好啊？还是蛮有道理的，你倒挺关心我的。当然了。哎，这是个路口啊。明姑娘，该往哪儿走才能到你家？我忘了。忘了？回家的路都不认得了？那有什么稀奇的？我出嫁的时候是按照习俗盖好了红布巾，然后再抬进大红花轿，路途那么遥远，谁记得？这儿一个路人都没有，问谁呀？有了。不会吧？连走哪条路都要求神问卜？根据卦象，应该往这边走。好，启程这边。你没听到我说话吗？我是说往那边走。你当我们是傻子啊？你刚刚说不想回家，你说左边当然是右边了，走吧。看不出你还有点小聪明吗？这还用说？不过不要对我有任何幻想。看着你那副样子，就是世界上没有男人我也不会喜欢你的。你说的。累死我了。干什么？一大馒头，再来一碟青菜，全部不要肉，不要油。吃点肉总可以吧？没有力气怎么走路啊？没力气我陪你，清淡点，不介意吗？我无所谓。我赞成，吃素对身体好。就这样了。好，各位稍等。不要喝茶。杯子怎么了？先洗。这里有盆花，蛮漂亮的。喝茶，来。这四人哪个是张军吗？先搜搜谁身上有岳将军的遗物。走。妈，秦姑娘，秦姑娘，秦姑娘。他的脸怎么越来越红了？他中的毒叫赤色曼毒，这是种天然毒。人一旦中了此毒，气血就会倒退，所以他的脸越加红。会不会有生命危险？人一旦中了此毒，头脑就会被麻痹，轻者昏迷1-2天，重则5、6、7天。都是你，当初要是听我的话，跟我走的话，就不会碰到那些坏人了。你还真是会放马后炮。信不信由你。占了卦却反其道而行的话，就违背天意，违背天意就会招来厄运的。
如果你不拿着拖鞋打小人，就浪费了，神婆。哎，我知道有一个药方能够化解秦姑娘体内的花毒，不妨试一下。我去买。那么晚了，还有吗？去试一下。明姑娘千万记住，不能让秦姑娘沾染半点风寒，否则毒性会加剧。好了，我走了。我陪你去啊，省得看到你啊。开门，有人吗？开门啊！求求你开门！什么人命关天的，人家不睡觉啊！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会付给你双倍的银两。银两我没有吗？赚你几个臭钱，就得诚实务实的伺候你。老子我有钱，你狗眼看人低。那你卖不卖啊？我卖。这个老板真是凶啊，又不是不收钱，还收双倍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们走。你看你紧张的，路都认错。回去客栈是这边。哎，现在还不能回去，我们还要找一种药引。难不成还有店铺开门吗？这种药不用买，在山林里就能找到。什么药引？是朝露啊，是朝露。什么？玫瑰露、枇杷露听过，什么朝露？连这你都想得到，很明显的，你完全中了他的招啊，而且是中得很深那种。你别乱说，如果不是干嘛大半夜出来买药，还能成功一招？别说不是知县的人上，敢不承认吗？你有事，我也会这样做。随便说说嘛，他们这是有人性没异性啊，啊，是有异性没人性才对啊。睡觉，点人呢。好了，别多说了，我来帮忙。人多手脚乱，知道了，你不用收获的。你有收获的，那个忙不干嘛？睡觉了。走啊，醒了，可以上开心了。干嘛那么生疏啊？你不知道是一大哥背着来的，还有一大哥还帮我出了一碗药。这是明姑娘的衣服，莫非又是那西域红娘所为？
那女人最喜欢毁人容，奸淫掳掠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啊。明姑娘，她不会。神婆，原本我想救你出火坑，不想让我爹娶你为妾。谁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谁让你们心里只有秦姑娘的？我这次是考验你们紧不紧张。真没有想到你会为我掉眼泪，君宝，我实在是太感动了，太感谢你了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先下来吧，上面很危险。太高了，我怎么下来嘛？不如你接着我，快点啊，接着我！好，来呀！接住你，我懒得理你啊！哎呀，骗子，好痛哦！骗子！莫名其妙，女人真是无聊，这种事也能开玩笑，跟她久一点都能被她气死。明姑娘是年纪小了点，你就别生她的气了。哎，可是最近连秦姑娘也变得喜怒无常。她更糟糕，刁蛮任性，凶巴巴。正如师傅说的，忍得了她就能成佛了。我真是不明白，平日里她还有说有笑，可是上次我们把她救醒，她非但不感激我们，而且还拉长着脸，好像在生我的气。女人是这样的，一下子哭得稀里哗啦，一下子又疯疯癫癫的，就像师傅说的，妖怪。妖怪？如果他们是妖怪的话，那我们岂不成了妖怪的孩子了？你想，我们的娘亲不都是女人吗？对呀。杀生？不会的，酒是五谷酿造的，不算杀生。你们不饮酒，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？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来找你，只是想了解女人。算你找对人了，我们跑江湖的，见的人最多，何况我们是如假包换的真女人呢？啊，女人呐，万不可只看她的表面。女人呐，最喜欢别人追求她的感觉，就算心里喜欢，也不会一下子表现出来的。为什么？考验你的诚意。要是刚给你们一点点面儿，你们就放弃，那多没意思呀！哦，怪不得女人老是喜怒无常。也就是说，女人气你就是爱你，骂你就是骂你，骂你也要继续追求她，对不对啊？错，也不能太死缠烂打。要是太痴情了，人家会看透你，就不会去珍惜你啦。哦，为什么？简单一句，若即若离呀。哎呀，这么高深啊！总之啊，这女人呢都是口是心非的，要怎么应付啊，还得看你的耐心。总而言之啊，要征服女人就要靠耐性。钱？为什么要钱啊？当然啦，我们陪你聊了这么久，当然是要钱的。要钱没问题啊，你有耐心不就得了吗？我回去拿，你先等着啊。哎，君宝，刚才那几个姑娘说话可真有意思。何止有意思啊，一语道破，也不知道师傅为什么说他们是妖怪。也许他们是可爱的妖。你呀，不懂喝酒就别喝那么多。我还没醉，我还能倒挂金钩，你先顾好自己吧。都怪你，付了钱就能走了，你还要陪他们喝酒。哎呀，真是搞不懂，是他们陪我们喝，还是我们陪他们喝？一样啦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今晚月色真漂亮，今晚的月亮真够大呀。这样赏月可真过瘾，我真是羡慕你，想做什么事情就能做什么事。你也可以啊。哎，我爷爷很严肃，就趁你爷爷不在这儿，干了他吧。来。哎，真是奇怪呀！今天的白天那么长，到现在还没有天黑。
哎，说你醉了吧？现在已经是第2天的早上了。啊？整晚都没回去啊？是啊，我们整晚都在楼梯上。不是，先是屋顶，啊，再到屋里，再到屋顶，再到屋里，才是楼梯啊。哦，也有可能吧。那怎么办？回去要怎么说？说我们上哪儿了？屋顶还是屋里啊？干嘛浑身所谓的？他们一定是花天酒地去了，才被他们担心一晚上，都不知道人家有多么多快。你不要误会，你实在太过分了！别理他们，他们这些人是不会相信的。那晚上我们是喝醉了酒，走也走不动，想回来也回来不了，所以才……你们究竟去了哪里？放心，我们没去过，没去过哪里呀？没去过异乡的地方。对呀，真的没去过。啊？不打自招了吧？没去过干嘛要自己买？对呀，要自己再来两。是，我们是去过妓院，什么？我们只是在门口，但没进去。又叫他们出来。谁信你嘛？大哥，以后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，他会把你教坏的。下来拿来，我们走。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。怎么办？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你不记得昨天那个女人说过的吗？女人最喜欢说狠话，一不高兴就借题发挥找事，千万不要跟她急，要不然来不及去做。你不想管。总之他们不理我们，我们也就是他们，你不动我不动，才为之上策。你看，他们忍不住要过来了。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还生气了？难怪人家说男人没有好东西。要说话你去说，我不想说。秦姑娘，这里又是个路口，我们该往哪里走？叫你不要跟他们说话，破功了。现在是去他家，要问也要问他，不要问他。又怎么样，神婆？卦上说应该往后面走，那这次不会再像上次一样违背天意会遭天谴的。好，就走后面，走啊！你不是不相信我吗？我知道你跟我玩心机，你以为我一定要跟你争吗？你说走后面，我偏走前面，这一回我就偏不走前面，我偏要走后面。走啊！自作聪明，别人哪有你那么多鬼主意啊？总之，我确定这里一定可以回到你家。你别后悔啊！你别吓唬我，启程。秦姑娘，到底该往哪里走？一下子往左，一下子往右，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老爷，三叔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呀？还没有找到君宝。哎呀，上次来的那帮江湖中人凶巴巴的，说是要找什么岳飞遗物，如果君宝落在他们手上，那可不得了啊！所以我决定我要亲自去找他。你不怕吗？相氏不是说你们父子在君宝25岁之前是不能见面的，否则你也不会把他送去道观了。那也没办法呀，君宝这次是闯了大祸了，我不能不管。就算君宝有个好歹的话，我也无所谓。可丢失了岳将军的遗物，我们可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。君宝年少无知，老爷，你要是找到君宝，教训他一下便可，千万别对他太严厉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好好的把他带回来。啊，二位有事吗？掌柜的，您见过这画像中的人吗？你们也找张君宝啊？你有他的消息？不，我还想找他呢。他们也想找张君宝，没
道这张君宝真正相貌如何？你们这张啊，看脸是假的。张君宝连老子的老婆都抢了，那样的色鬼，那长相能好到哪儿去？哎，说不定还是赖头麻子，麻子脸贴满疮了。要我说呀，他不是个矬子，就是那个跛子。张家人啊，什么丑事做不出来啊？这个兄娶弟媳妇儿，上上下下互相砸我的啥都有啊，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到了，谢谢你们送我回家。好了，终于到了，别冲了。你家还挺豪华的。哪能跟你们张家相比啊？后门也是客，我们应该进去拜访一下神婆。说的有理。不会吧？你们不会真的要进去吧？当然了，入屋叫人，入庙拜神，过门不入是很没礼貌的。我爹好不容易把我嫁出去了，你硬是要把我送回来的话，他是不会饶过你们的。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。你以为我很想看到你啊？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后会有期啦。保重。保重。记住，不要再迷信了，不要随便嫁人了，下次没有人再来救你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啰嗦了，你快回去啊！姑娘，你找谁啊？你究竟找谁啊？你新来的，小姐都不认得了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胆敢闯进我们司马家？司马家，这里不是姓名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骗我们。我还有很多正经事要做。我根本就不想回家，你们非要送我回家干什么？大家都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江湖险恶，你又不懂武功。跟你这种人多说无益啊！不要啊！你要带他去哪儿？刚才的分岔路一定是你误导我们，要走左边才对。谁叫你自作聪明啊？易大哥、秦姑娘，我先送我娘回家，待会儿我们在前面的客栈会合。别拉我了，好痛啊！你就做做好事，不要送我回家嘛。你耍我也耍够了，让我走那么多冤枉路。我真的不想回家。哪有人不想回家的？我想回家都回不去啊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不知道，我爹他很迷信的。不稀奇啊，有其神婆必有其神婆的爹啊。我爹帮我算命，说我20岁之前一定要嫁出去，不然的话就会给家里人带来一劫。要不他干嘛把我早早嫁出去，给人家做妾室都不介意？如果他知道我逃亡回家的话，他一定会打死我的。不会吧？父女俩都那么狠毒啊？反正他会打死我，求求你不要送我回去啊！有办法了，你说你回去是3招回门，那他就不会再打你了。3招回门，为什么会一个人孤零零的？那倒是啊。除非什么？你做我老公。啊！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不可以假扮你老公，你自己回去，我还是不行啊。你都答应我了，你说话要算数，不能反悔的。我有个好提议啊，我做你家丁啊，不，做女仆都可以啊。不可以，你说话要算数，跟我走啊！不行，我死都不要啊！你做事要负责啊！哎，爹，哎，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哦，娘，老公，你就是张涛张大侠啊？真想不到这么年轻啊！平时有保养，还见得了人呢。啊，相公平时练气功的，别看40岁，练得跟10几岁一样啊！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啊！其实岳父大人也不差啊，胡子也是很黑啊，岳母也很俏啊，双下巴一个也没有啊。别笑我，真的吗？张大侠说笑了，怎么这次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啊？3招才回门的嘛，怎么1天就回来了？他心急嘛，所以等不及拜候你老人家。是啊，见岳父岳母当然不能迟了。哎，怎么回门也没有带烧猪和礼物？哦，那是因为礼物太多太重了，跟不上我们，一会儿就到。啊，傻孩子，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有没有礼物不要紧，关键是你们活得开心。哎，来，吃啊！岳父大人，吃个冬菇啊。
说来惭愧，我把道红匆匆嫁出去了，那都是迷信的缘故。实际上呢，是我自私。道红的婚姻如果不如意呢，我这下半辈子就过意不去了。看你对她那么好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别这么说，岳父大人，对老婆好是应该的嘛。啊，哈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走啊？大家见个面，意思意思不就得了？哎，他开玩笑。你第一次来嘛，要住个10天8天的，我们一定好好招呼你。啊，来人，把客房打扫干净，把龙凤被铺上。是老爷，不用那么认真嘛。别客气，这些东西早准备好了，就等你这个好女婿来。对呀，我们就住在一起吧。坐。这么晚了，君宝还没回来，那个明姑娘可是蛮精明的，是不是君宝又拿她没办法？明姑娘再聪明，也聪明不过君宝。所谓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嘛。这倒也是，那个明姑娘注定要被君宝所治。可我觉得君宝注定要被你治。是吗？是啊，有时候我挺羡慕你和君宝的。羡慕我跟君宝什么？我羡慕君宝能够和你经常吵嘴。你神经病啊！有羡慕别的，还有羡慕人家吵架的。俗话说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无冤不成侣吗？敢问兄台大名？在下乃张涛之弟张启乔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二位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，别客气，你昼夜赶路，你大哥已在房间休息了。我大哥？对呀，其实道红3朝回门也用不着劳三叔专程送礼呀。我看你们二位是不是误会了？刚才你们不是说道红已经回家了吗？啊，是啊。是啊。那君宝他……哪个君宝？哼，两位就不用再装傻了，赶快把君宝跟道红给我交出来。谁是君宝？我们不认识。快把道红叫来，问问他。哎，站住！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叫道红。
君宝有什么打算？还用说吗？当然去找那个飞龙大将军啊，不然岳元帅地下有知，找黑白无常上来吃我。但那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我们该往哪里去找？不用怕，找我的朋友鹧鸪仔帮忙，他常常到处飞，交友广阔。你这样跟明姑娘占卜占卦有什么区别？乱来！什么乱来啊？鹧鸪仔认识很多小鸟的，随便一只看到飞龙将军，我们就有线索了。不要白费心机了。没道理啊！鹧鸪仔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大哥找你啊！不用叫了，你的鹧鸪仔不会来了。这样也能被你追上啊？你放心，我不是来追你的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告诉你，你的好朋友鹧鸪仔还好好的在我家里面。你说什么？那只小鸟真是可怜，被它的主人遗弃了。还好我把它安全的放在了笼中。你好卑鄙呀！抓了我的鸟，还把它放在笼中。你知不知道它自小到大没在笼中住过？你这么做，它很痛苦的。那它的主人更卑鄙，走也不通知一声。通知一声我还走得了吗？你白痴啊！要走随便你，反正留不住你的人，留着你小鸟也好啊。一只小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还是快点走吧。他是我兄弟，我怎么能丢下他？那么没义气啊！要走要留随便你。好，一只鸟而已啊，不要了，满街都是啊！我张君宝最讨厌被人威胁。走，启程。哎，鹧鸪仔呀，鹧鸪仔，我看你的主人真是没有义气，你留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啊？不如明天把你杀了，帮你早点超度，青豆红烧都好了。走吧，臭丫头。神经病，又回去。这就是我家，快进去吧。爹娘，我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小弟，小弟。